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对于命运的看法，有的人觉得自己凡事不如人，命运多舛便怨天尤人；有的人认为人生的一切祸福穷通都是由命运安排，因此对于自己的遭遇只知认命；有的人则乐天知命，不忧不惧，对于生活的贫苦困顿也能安贫守节。在生命的旅程中，可以影响我们命运的因素有很多，如父母师长的期望、怨亲友弟的态度等，但真正能主宰我们自己命运的唯有我们自己。如果您觉得袁了凡先生的改命事迹离我们太远，那今天我们再来听听风水大师秦东魁先生的故事。我在2004年来过一次北京，碰到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师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位大师见我以后还非常郑重的第二次跟我联系。我就问大师有什么事情，他说很重要的事，结果一见面就对我讲，我一直不忍心跟你说，可是你年纪轻轻的，寿命这么短，不说又觉得不忍心。我给你算了下命，很悲惨，活不出25岁。不光是活不出25岁，他还给我说8月去世，还是意外事故。当时一听，我心里想，我个性怪异，很多生活习惯也不好，脾气个性还比较急躁，可能与这有关系。不过我也没太在意。后来那位大师又主动跟我联系，叫了他6个师兄弟，4月份跟我聚了一次，各自算了一下，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，而且又多了一项，就是早结婚，没准儿都没孩子。当时正好家里给我介绍对象，我心想人家说我命短，我娶个媳妇儿不把人家给害了，过完8月再说吧。所以那段时间我把手机号换了，跟家里跟外界都断绝了联系。这期间我就待在家里思索，命运是不是真有？是不是很多人一出生就会受它的约束呢？思索出的结果是，每个人的命运是自己给自己设计的，你才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，享福或者受罪都是自己设计的。最能体现这个设计的在什么地方？在心里。一有喜的事情你就乐，一乐阳就上升；一闻悲哀的事情你就消极，一消极就下沉，这就是因。然后我才猛然想到，原来大师说这个话可以从正面理解，那可能是你的行为不当，你所做的种种行为导致你有短命的恶果。既然大师提前跟我说了，我也明白了，那么我改。但是从什么地方改呢？古人讲仁者寿，短命证明我的心没有仁慈之心了，那这个心就从起善念开始改起。心才是阴阳观、富贵观，向上则阳，向下则阴。你私人恩德就阳，想人坏处你就阴。心常常能替别人着想，你就招人气，你就有福。你天天想着算计人，你就会招祸。我这个身体是父母生的吧，父母就是根吧，那我浇水从根上浇，是不是能改命更快？所以我思索出的改命第一个方法就是孝亲祭祖，这是活水的源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打算试试，反正别人又没试过。我对父母的态度开始了大转变，甚至我想，我要是真没了，那把我所有的东西分3份，给爸爸妈妈各1份，给姊妹1份。我记得熬到8月，那1个月就比较紧张了，就没有下楼，当时已经在楼上待了3个月，实在不行了，最后一天了，下楼了。过马路时红灯亮了，自己的意识却不清醒，继续往前走，走到马路中间，一个司机开到我跟前，快速刹车，头伸出来就朝我骂了一句，找死啊，你没看见红灯？我猛然一醒，灾难过去了，那辆车要刹不住，我绝对死了。这时我才真正相信大师不是骗人的。那个事情一过，我就知道我把命改了。命改了之后，我又琢磨出来了第2个方法，量大福大，你要存人心。我为什么去上善人班？因为我发现我讲的很多东西跟老善人特别相近，只是他讲了伦常与疾病，我讲了伦常与风水。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设计师，你之所以痛苦，原因是你不愿意任劳任怨去接受这个现实，你要与之抗衡。抗衡就导致内参。什么叫内参？自己和自己最亲的人掰手腕，使尽全身的力气，我们把这个劲变成握手就好了。现在的人不握手，跟父亲较劲，跟母亲较劲，
跟妻子较劲，跟女朋友较劲，跟姊妹较劲，那个劲大到100%，这叫内耗，精神也不好了，心情也不好了。咱们这一个小的分子影响整个家庭都为我们操心，父母也操心，六亲也操心。那件事过后，我觉得命改了，然后才跟家里人联系。我妈跟我说，正好给我介绍了个对象，人家说我命中没有儿子，女儿都没有，但我刚好验证验证我这个命是不是真改了。当时见到对方，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，我没有考虑，也没有说我再选一选，我这人命短，人家能嫁给我就不错了。回去过完年，2005年就结婚了，随后第一个孩子就是男孩。之后那个大师又跟我联系，发现我成功逃脱了8月的劫难后，便想来见我一面。说实话，当时大师来的时候，我挺担心的，大师别又把我害了。对他这种算法，我还是有怀疑。我把小孩所有东西全部藏起来，让我老婆也出去，孩子也抱走。谁知道这个大师进门就说，奇怪，你这个人是奇人，你把命改了，没有子你都能把子得了，你现在有儿子了。我那个时候就佩服这个大师，我说大师真是大师，他一见我就知道。最后大师走之前还送了我一句话，孝敬父母能改命运，夫妻和谐能变风水，手足相亲能招人气。之后我便按着大师的说法，开始在这3个方面去做，这几年可以说是越做越好。这期间我也遇到了很多人在改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，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，现在很多人听到大师一说自己有血光之灾，就恐慌害怕，其实没有必要害怕，应该反省。反省什么？我有没有做短命的事情？有没有做招血光之灾的事情？你要没做就不用恐慌，你要做了怎么办？改正，就这么简单。从哪儿改？仁者寿，从心上改。此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化解血光之灾的方法。佛法讲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就悟到献血能化血光之灾，效果很神奇。我一个朋友出车祸之前，我说你去献血，他没来得及献，结果出车祸2个手指就没了。另一个是义乌的一个老板，把血献了，他坐在办公室，他那个是街面房，一个人开车就撞过来，正好停在他办公桌跟前。他本来在外面站着，正好办公室电话响了，他进去接电话，结果他没事。他说献血好，每年都要去献血。我一想，这好，一箭双雕，你能化灾，又能帮助大家。所以总结来说，上等风水在自己身上，不在祖坟，也不在住宅。你要说祖坟好，皇帝把好坟地占完了，怎么会王朝？所以说坟地决定风水是不成立的。你要说住宅决定风水，现在什么住宅是好风水？皇城根的风水好得很，你看北京隆福寺那个地方，王府井街边的，那么好那么繁华的地方，大企业在那儿还是做不起来，难道这风水不好？不是，其实是一块非常好的福地，因为没有有福的人带不起来。就像你是个杯子，你只能盛1杯水，人家是1盆水，给你怎么倒，不把你淹没了。东仓环边上潘家园有个大厦，盖起来7、8年租不出去，那么好的位置。我有一个朋友想在那儿租个写字间，还便宜，可是冷冷清清，没有人租，所以让我去看一眼。我说这块地没有有福人，有个有福人，这个地方就能起来。谁有福？慈善机构。最后红十字会的一个机构在那儿入驻办公了，我那个朋友正好和这个机构一起进去。大厦老板听说我来了，就问我怎么让这块地方起来。我说你天天为租户着想，环境设计一流，很有气势，让所有在这儿租房的人发财，而不是你挣租金发财。他就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做，弄完以后全部爆满，很多人走后门还租不到。所以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好，而是你没有福，待不住，这就是古人讲的德不配位。易经上不也讲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贼认识的全是贼，部长认识的全是部长，乞丐认识的全是乞丐。你能遇到恶人，说明身上有恶的细胞，你别外怪，你要自责。要我说，有德有财便是福，无德有财便是祸，你承担不起来。
反省自己，改变自己，再一看整个家庭，爸妈也有变化。7年的时间，我父亲完全改变过来了。我跟父亲相处的时间短，老人家在地里种地，他就喜欢这种环境，就不想跟我也依他。因为孝顺不光是孝，还要顺。很多人说凡事都顺的话是愚孝，可我不这么认为。老人是不可复制的文物，说没就没了。他那种个性已经持续那么长时间，教育他也该是他父母的事情。我是个晚辈，我是孩子，我只能用我柔软的心去感动他，而不能用强悍的方式。说多了父亲反感，成了心理负担了，那我还不如不讲。所以每逢过节，像正月15，我回去会给父亲买一大堆东西，跟父亲聊一聊。我用我的行动逐渐的渗透，不用刻意。久而久之，父亲觉得我这儿子真不错，跟别人不一样。钱东奎大师的改命事迹很好的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做命运的主宰。希望大家在看完了大师的事迹后，也能够学会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